《阿甘正传》当年能得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问题美国基本上是中间偏右的主流价值观。阿甘这个人身上就承载了美国右派价值观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身上。阿甘这人几乎就是一个高大上，所以这个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男主角承载了一部电影，就不能称其为伟大电影。今儿聊电影了一聊电影这事儿就轻松多了这个电影本身就是艺术嘛所以它里边的历史也好它里边的各种东西都艺术加工了，咱就可以天马行空聊了不想说真聊历史，咱还得这考据一下那儿争论一下。这个聊电影就是个人观点，叫麻子照镜子，个人观点，所以就没什么好讨论的。我这么觉得，那就是这样了。所以今天开始开这个系列，就是从电影符号中间看一些历史，看一些价值观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来聊，咱不全从艺术来聊从电影学院讲课了那也没意思，这个太过专业也不好所以咱们今天开始聊最容易聊的一部电影，这难的咱慢慢来就是《阿甘正传》应该是没人没看过《阿甘正传》这电影全世界的稍微看电影的人好像也都看过，因为这算是世界电影史上美国电影史上重量级的电影吧在1994年的时候是奥斯卡历史上少数那种大年就是3-4部伟大的电影在一起争夺同一年的奥斯卡就是《阿甘正传》，然后《肖申克救赎》，这个大家都看过，然后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这大部分文艺青年都看过这3部伟大电影，当然其他电影也都不弱一起争夺奥斯卡奖但是《阿甘正传》大胜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这最佳那一大堆20多年过去，其实回头再看，真的要从电影艺术上来讲我个人觉得这个《肖申克救赎》应该排在最前面。《肖申克救赎》应该是到现在为止美国的电影爱好者，咱们把价值观先放一边电影爱好者评传美国有史以来至少排在我经常看有不同的排行榜吧，大部分时候排在第一位，应该在 IMDb 就排在第一位，这个《肖申克救赎》，但是那年没得什么奖，被《阿甘正传》镇压了。这个《Pulp Fiction》其实应该算更加重要的一部电影。这个好莱坞从类型电影等等各种传统保守但是像低俗小说这样的电影，这个划破天际，像流星一样，然后让大家看到说电影还可以这么拍，而且这个不是地下电影不是独立电影虽然其实拍法是独立电影拍法，但是一下子成为好莱坞重要的电影，然后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也成为好莱坞重要的大导演所以这3部电影在这争夺，代表了3种完全不同的电影类型《阿甘正传》当年能得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好莱坞它虽然它没有广电总局它也没有什么文化部，但是它从市场出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的观众还是比较保守他也希望价值观更主流一些，被更多观众接受的电影，当然他要给予褒奖，他要给予鼓励，因为这样的话看的人不就更多吗？所以它是市场行为导致的。其实政治正确也很重要，其实价值观也很重要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其实胜就胜在这个价值观，而且这个价值观呢是非常典型的美国保守的价值观，就是叫右派价值观吧。右派价值观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中国好像说右派左派跟美国说右派左派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中国现在因为咱们57年时候说右派左派当然是不一样的3几年肃反的时候说右派左派也不一样，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候也不一样，咱就说今天的这个左派右派吧基本上就大家说的五毛和美分。这右派呢就是说美分就这个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西方的经验都是好的五毛呢是说这个我们自己的东西是好的，我们自己的革命传统是好的，我们自己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个都是好的，我们中国怎么好，我们的革命传统多么多好，这就大概就是五毛吧但是这个美分就是中国这个右派呢出现一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喜欢美国的左派还是右派，还是你甭管美国左派还是右派一律都收兜里都喜欢。因为这美国它可不是统一了思想，这个统一了价值观西方都不是
美国是在西方里稍微比较统一的，你要去欧洲看，那简直就是那左右派那泾渭分明。欧洲这左派恨不能就是社会主义，右派甚至极右派开始有像纳粹的倾向去都有。美国还好，美国这个左派也没有像欧洲的左派那么的社会主义。美国基本上是中间偏右的主流价值观。右派在美国是很清楚的就是有上帝真是上帝有家庭真是家庭这个爱情这个对国家的义务对朋友的义务，就是所有这些传统价值观当年这个清教徒们来到这块新大陆，就以这个价值观建立的这个国家当然这国家演进的过程中诞生了大量的左派尤其是当革命的时候反战的时候等等到今天为止，左右派在美国很清楚，就是右派刚才说了，左派就跟他正反着，左派就是上帝滚一边去，这个家庭是束缚我们的智库这爱情不太靠谱，这个虚伪然后这个至于对国家的什么责任感就更是胡扯淡要烧兵役证，然后要反对这些什么政府发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吧，政府发起战争就反对战争，政府发起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就是左派。左右派这个价值观在电影里或者叫文艺作品里体现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在这个电影里承载着这个价值观的这个人，他是个正面的人还是他是一可笑的人或者是负面的人，这清楚的就能看出来。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已经清楚了，阿甘这个人身上就承载了美国右派价值观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身上，从他亮相的一上来Mama said 这个 Mama said 那个 Mama said life'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反正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是妈妈说，这就叫右派的家庭价值观，就是妈妈说的是对的，然后上帝是要忠诚的，然后对爱情对家庭那 Jenny 她那个这里边的女主角这女主角现在又火了这个当年就是《阿甘正传》女主角反而没现在火，现在演电视剧也火了，就是这个 House of Cards 里这个女主角这个 Robin Wright 当年就是在这个电影里代表了左派价值观，阿甘代表了右派价值观，所以你看阿甘这个人简直没缺点有一点点缺陷，但是那个缺陷还不是缺点，而反而成了一个好事反而是右派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右派价值观就是说我们不要那么滑头，我们不要那么聪明，不要那么机会主义我们就是傻傻的忠诚的在上帝面前，在母亲面前，在爱情面前在一切的责任面前我们是忠诚的，所以这阿甘几乎就是一个高大全，就是几乎没有什么缺点。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男主角承载的一部电影就不能称其为伟大电影，因为伟大电影最基本的要素吧，就是说这个主人公这个 protagonist 他这三大矛盾要都有，就是人和环境的矛盾，人和人的矛盾这里面都有。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伟大电影要有人和自己的矛盾那《肖申克救赎》里当然是有的，这个低俗小说里当然是有的，大量的伟大电影都是有的人和自己的矛盾是重要的电影对人物的构建以及人物的进展人物的改变的一个重要的东西这里没有。这阿甘从头开始他就那样，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价值观从未怀疑过自己内心深处信仰的每一件东西，从大到小，这哥们从头到尾就没变过，一点没变过，所以这个叫价值观电影，而不能叫一部伟大电影在这部电影里左派那就全部都是小丑，全部都是吸毒啦乱性啦，而且左派还打女人其实真实的生活中这到底是右派打女人多还是左派打女人多，咱没统计过这个反正在这部电影里左派是打女人的，左派是吸毒的，左派是这个始乱终弃的，左派是不要脸的左派是不负责任的左派是这个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干的尤其是因为这个左派太坏，把这阿甘同志一生的挚爱给毁了这个阿甘同志一生的挚爱就是 Jenny， 就是沾染上大量的左派价值观，所以就背着吉他去革命去吸毒去乱性最后还得了艾滋病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这阿甘这个人不管你什么样，我始终如一，我这一生就是唱一首歌爱一个人，我就是这么好一男人。其实这么一讲，这电影就已经讲完了。但是电影这种东西没有一个一定之规我只是说大部分的伟大电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部电影它承载的价值观以及它的目的，它不是做一个
人在这个电影里，这部电影所承载的美国那段时间的历史，全都在这部电影里，全都在阿甘这个人身上发生了，所以他是冲这个方向去的。那你创作人的初衷很重要嘛？创作人初衷就是这么想的，这部电影就冲那儿去，那他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那这部电影最后获得了那么多荣誉啊，票房也是巨大的，到今天也是人人都看过的。那所以我们讲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去讲人物了啊，这部电影人物太简单。那我们就讲这部电影它的创作目的里面要承载的那些东西啊，就是以右派价值观看的美国的历史，因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嘛，从阿甘这个角度看到的当时的美国的历史。当然了，如果你从左派角度拍一部美国那个时代历史，可能是完全另外的一套电影啊，完全就右派的人变成一堆傻叉。在这部电影里，连约翰列侬虽然只出现了那么短短的那么一会儿，那基本上都是一个小丑一样的人物啊。张lennon感觉就是那种装范儿，在那里给他设计的话特别逗，说的就是张lennon后期的一首著名的歌叫 Imagine 里边的两句歌词，就是 No religion 什么 no 这那的，说了这么两句话，他在那感觉特真实，张lennon感觉特别虚伪，所以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看的美国历史。所以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之高超的技巧，就是怎么把它给融到了这个人物身上，怎么把它融到这两个人身上，但是历史一样没漏的全给弄进去了。说实在的，我看过这电影很多回，每一回我都有一点佩服这导演，因为大部分导演，这个本导演也应该算在里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费了他这个电影里的每一分钟，就是为了说这爱情，最后人还没哭出来。这位导演厉害在哪儿呢？就大部分的篇幅都没在铺陈这俩之间的关系、爱情。虽然他俩是绝对的俩主角啊，这电影里3号人物就已经几乎没什么戏份了。一个大长卷的方式展示，一个清明上河图的方式来展示这个美国，啊，只是时不常的，咱观众别离太远的时候拉回来一点，让他俩往前再推进一步，他俩的关系。所以他俩的之间的关系只占这部电影大概很小的一部分啊，最多也就1/3，剩下的事儿都给了这个国家这个电影的篇幅。但是大家还是能哭出来。我每次看这电影看到他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还能热泪盈眶，说明这个导演功力所在啊！我就拿这点时间，就把你们费了那么大劲的事儿玩完了，剩下的事儿献给祖国。这个，所以我们开始来讲啊，这电影这个好玩的地方，这里面大量的美国的真实的历史，而且它特厉害在哪儿啊？它这真实的历史，它大量的人几乎没有用演的，他没找一堆特型演员，说找一古月演一下毛主席。这样的也是一种方法，咱也不能说不好啊。咱也有咱的建国大业，咱也有咱的建党伟业，然后赵本山都出来演那历史人物来了，周润发也站那儿演一历史人物，这个人家特巧妙的用了一条，所以这电影得奖也当然有它原因，就是我讲历史，但是我不让一堆特型演员去演去，我直接就拿历史纪录片。然后我就以1990年代的特技技术，那跟今天可千差万别啊！大家知道这个技术在最近这20年是突飞猛进。20年前这个还没数字化呢，应该这么说，没数字化的情况下做这样的特技，那是非常非常牛叉的。他居然能把阿甘这个做到历史场景里去了，啊，直接就做到跟这些历史人物跑到一块儿去了，而且还聊天啊，但是聊天没办法了啊，聊天的时候是有人配音的，这个但是画面都是真实的，直接真实的历史画面，啊，除了极少数啊，讲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那是没画面，那会儿没拍下来，才找几个人演一下，啊，下了那么大的本儿，啊，这导演筹备了那么多年10几年，最后终于成功了，幸亏找了 Tom Hanks 演，Tom Hanks 演的太好了，简直啊！说一下，本来没找 Tom Hanks 演，本来找的谁呢？大家想想这些人啊，第一个找的是 John Travolta，John Travolta 这正好跟他争夺影帝没争成，就是同一年演了那个低俗小说的男主角，就是这约翰屈服塔，然后他没演，他看这角色说演一傻子就不演，没演，然后又找了 Chevy Chase 又没演，然后又找了 Bill Murray。Bill Murray 当然是这个喜剧大师啊，这大家看什么那个土拨鼠日啊等等，尤其是那个迷失东京 ，Bill Murray 演的非常好。但是 Bill Murray 那样子演傻太精了，说实在的，演傻子真的不太容易
啊，最后因为这仨人都没演 ，Tom Hanks 接了这个戏，所以这个电影成功啊，真的是命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开始看这部电影啊，这个开始大特写镜头以及主题音乐，这大家太熟悉了，就不讲了啊，人人都能哼出来的。然后那羽毛，每个电影学院讲电影的时候，上来先讲这根羽毛，说你看这个 symbolic， 啊，这个符号这多厉害，这个啊，咱们自古就说过啊，这个生命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啊，说了半天，人家一根羽毛就把这事儿全给聊了。啊，在美国社会最动荡，上个世纪的战后吧，一直到里根年代，这么一段年代，像跟一个人，如果你要坚持最传统的价值观，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改变，你就像这根羽毛一样在飘，但是最终还是飘到你脚下，还是飘到你身前，啊，然后这一上来先跟大家说有趣的事儿啊，这个第一个就是他为什么叫 Forrest， 这个 Forrest Gump。啊，电影里头他妈说啊，是因为你的这个祖先啊就叫Forrest 将军啊，所以你要叫 Forrest Gump 啊。但是电影里编剧得这么编嘛，那实际上就是说，因为要不然太明显了，说我们就热爱这三 K 党这创始人，这有点太过。这个南部嘛，咱们讲过 Deep South 很多啊，这个阿拉巴马就是啊 Deep South 最重要的州之一。啊，虽然这电影其实不在阿拉巴马拍的是阿拉巴马的事儿，每次都说我们要回到阿拉巴马去，但是拍的其实是在南方的另一个州，主要在 Georgia 拍的吧 ，Georgia 一个漂亮的小城叫 Savannah， 在那儿拍的。Savannah 大家有机会去南部旅游的时候要过去看一眼啊，那还有个不错的电影学院。这个但是说的是阿拉巴马的事儿，南部就是内战之后不服啊，老百姓也不服，是军队也不服，所以三 K 党。就是南部南军投降以后那一点不投降的人，啊，其中就在 General Forrest 带领下，大家套上了头套，然后大家杀点北军，杀点黑人什么等等之类的吧，组织这个三 K 党，标准的美国那种兄弟会的名字啊。当然三 K 党其实是有俩三 K 党，这个 General Forrest 当年那个三 K 党，后来就在格兰特总统时期是残酷的对待南方，非常的严酷，然后将三 K 党残酷镇压了。所以那个时候三 K 党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后来的三 K 党又是在黑人民权运动时期啊，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个三 K 党吧。所以很多电影讲三 K 党后来怎么这个私刑啊，怎么弄黑人啊。但是这电影呢，我猜他导演肯定不会不知道这事儿，但是他是为了让大家影像上更明白吧，所以他说到啊，你的祖先 Forrest， 所以你就叫 Forrest。啊，其实就是向三 K 党致敬，但是这历史纪录片其实不太对。画面呢是后来这个三 K 党，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举着火炬，然后戴着那个白套子，然后等等，用了这样的画面啊，所以它的名字首先就是一个极端右派保守支持三 K 党的家庭才会给自己孩子起这样的名字。虽然在编剧里头硬给编成说你祖先就是这样的，稍微政治上稍微正确一点啊，所以这 Forrest 名字这么一来，大家首先定了个调子，就是这是个保守的南部的家庭啊。然后这一上来就是这小阿甘，然后这个腿脚不太利落啊，弄了一个铁架子就上了这校车，这一上校车，这姐们儿不给他让座啊，那哥们儿不给他让座，最后女主角给他让座，干脆明了，这俩主角上来就先亮相，不来那些虚的。这里头有趣的事跟大家说一句啊，第一个不给他让座，这红头发这姑娘，就是这个男主角 Tom Hanks 这演员自个儿的女儿，他自个儿让自个儿女儿上一眼去了，在汽车上说先不给让座，然后第二个不给他让座，这男孩是导演的儿子，俩主唱分别把自己俩孩子放上去演去了。好 ，OK， 女主角亮相了，然后就开始回述他的家史，说他们家啊这个单亲家庭，他妈然后祖传下来，南部嘛有很多这种 old money， 所以他们家也是祖传一个老房子，这老房子是最重要的场景啊，而且老房子前面那棵树是比那老房子还重要的那场景。老房子里面有一些房客啊，其中有一个房客拍的也很有意思，这房客一直用的是背影，为什么呢？就是导演坚持要用纪录片而不用真人去演历史人物，所以大家看到这哥们是一背影，但是就看到这个小阿甘在这玩起这事儿来了。这个所有这个爱音乐的爱摇滚乐的一看这事儿就知道这哥们这背影是谁了，因为这个抖腿这个动作，尤其是这样抖腿这个动作，这个全世界没第二个人啊，那就是猫王
啊，所以他很巧妙的只拍了猫王的背影，就当然找了个演员，然后小阿甘那玩两下，然后就变成了电视里的猫王出现了。阿甘跟着他妈走过一个商店，然后一看，哟，这不是咱家那房客吗？这哥们正在里头使劲抖腿呢。先见证一个历史啊，这电影永远是这样的，先从轻松开始，然后慢慢进入到各种各样的重要的事他都会经历。先轻松的来一下猫王，这个是那个时代历史里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啊，也是摇滚乐的开端。美国这个摇滚乐，应该说世界摇滚乐吧，这第一嗓子就是由猫王唱出来的啊。大家如果现在去美国，去这 Memphis 这地方啊，我是去过啊，他那个猫王就住那儿，猫王的家叫 Graceland， 很大一个地方啊。大家进去一看，说实在以今天的审美观一看，也没觉得怎么着，就是我觉得那颜色反正挺土的，紫了吧唧的，到处都是紫的那种大帘子啊等等。然后猫王也埋在那里啊，猫王的家人也都埋在那里，这个还好。但是像我们这些爱音乐的人，到了 Memphis， 不光要去 Graceland 看它，一定要去 Memphis。原来是市中心，现在已经荒凉了，因为 Memphis 这城市基本上已经废弃了，差不多开车都开到第10街了，还没路灯呢，就吓坏了，周围空无一人，就基本上比底特律其实要吓人。底特律还没说空成这样，这 Memphis 基本上已经是空城一座。Memphis 是当年繁华，是因为是密西西比河中游的一个重要大港口，那水运啊什么的都已经衰落了，因为它又是黑人的中心。大家知道这马丁路德金就是在 Memphis 被人刺杀的，所以他的黑人特别多，黑人一多嘛，白人就跑 Nashville 去玩音乐去了，所以这 Memphis 几乎是没什么人。然后最伤感的就是他那个全世界摇滚乐迷心中的圣殿一样的，就是猫王的录音棚叫 Sun Studio。 那到那儿去基本就去朝圣，可是到那儿一看，几乎就是一美国西部片，就是那个它是在一街角那 Sun Studio， 然后这条街看过去没有人烟，然后那街上只有大巴车来的时候下来一堆老头老太太，猫王的老歌迷，然后卷起那些尘土一点一点的落下去在阳光里，然后这边一看也没人，整个那街四面八方都没人，然后进去还是很幸福的啊，这猫王录音的地方啊，用的录音机啊等等都在那儿，而且最关键的是他那个唱的那个地方，那个棚里地上有一个小池字，这写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点上唱出了世界第一声 rock and roll， 唱出了世界第一声摇滚乐。然后你可以跑到那儿，站在那个叉子上，自己那个啦啦啦啦啦啦 rock and roll， 就是那个来两下啊！而且很多很多这个伟大的摇滚乐队都去那儿录过音，也包括 U2 这种我挚爱的摇滚乐队啊，也去那儿录过音。其实那儿也没什么设备，已经很老旧，但是气场好啊。录音我们录20多年音，特别讲究这个，录音不是设备好就能录出好音乐的，什么设备都能录出烂音乐来。革命圣地有气场，这很重要，就拿那么简陋的设备也能录出伟大唱片。所以这个好多摇滚乐队也在那儿录音。我其实还想过有一天我要录个什么摇滚歌手的话，咱也上那儿去录2首歌去。猫王这事还算挺轻松的啊，猫王这个死了啊，他也长大了。他一长大了就去上了这阿拉巴马大学，一上了阿拉巴马大学，这真实历史里发生的事儿又被他目击了，而且就跟这纪录片弄到一块儿去了，还挺有意思。这纪录片完全就是当时的纪录片，就是全国法院判必须让这个黑人大学生进去上学啊，于是这个黑人大学生就勇敢的去上学啊，包括女大学生啊，这黑人女大学生，然后那州长，阿拉巴马州州长这个 Wallace 就自己站在这个大学门口，就是说我就不听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我就不让黑人进去上学。这事儿在今天大家想起来，包括美国人自己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但是那个时候就这么发生，那美国南部就那样啊。正好咱讲南部州的时候还没讲到这事儿，咱也不用再讲阿拉巴马了，通过《阿甘正传》阿拉巴马啥样大家就全明白了。州长就站在那儿，他不但在阿拉巴马大学门口拦着黑人学生不让进，而且他还发表了这么一个宣言，叫 Segregation Now， Segregation 就是种族隔离segregation now, segregation tomorrow, segregation forever， 就是今天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种族隔离。一个州长居然能发表这样的宣言，搁今天黑人当总统了啊！然后这个阿甘在里边，哎，他还政治上很正确。那黑人姑娘进去的时候，那走进校门那完全是纪录片，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技，就是那个女生走进去掉了一个本儿，然后这阿甘自己过去给人捡起来了。捡起来以后交给那个黑人女生，哎，阿甘这个人啊，
这个虽然他妈给他起这3K 党的名字，但是他自己还行啊，政治正确，把本交给了女生，而且在所有白人学生的这个虎视眈眈的注视下，然后他自己傻了吧唧的就跟着黑人学生就进去上学去了。这个重要历史事件他参与了，他目击了，而且那 Governor Wallace 被刺杀的时候，当然没打死啊，大家看到那刺杀纪录片啊，咚咚咚，然后枪一响，乱七八糟。这 Wallace 而且是美国历史上这个当政时间最长的州长之一啊，排第3吧，当了5800天。大家想5800天啊，365天一年，当了多少年这州长？而且4次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当然都失败了啊，被誉为最大影响力的失败者啊。那个时候民主党是南部保守的啊，跟现在还不太一样，现在南部保守变成共和党了，这美国历史挺有意思。紧接着他就开始利用他这跑了啊，这个就给我乐死，每次看到那我都哈哈大笑。就是他抱着那橄榄球，然后飞跑当那跑锋，然后那跑锋谁也拦不住他，不是正面拦他，谁都追不上他，因为跑太快。最逗的是他也不知道规则，然后跑着跑着就冲那 sideline 跑过去了。然后教练本来特高兴，突然说往哪儿跑，往哪儿跑，这哥们儿不管，直接就往边线跑。然后一帮人拦着他说往哪儿跑，他就继续跑。然后跑到边线上，那球得 touchdown 那个端线底下才能算得分，他也不管，直接抱着球就跑出了端线，继续跑体育场外头去了，给我给乐的。但是这一跑，他自己毕业的时候，他自己的旁白说特逗，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打了5年橄榄球，我就拿了个 degree， 我就毕业了。而且他那橄榄球打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见了总统。啊，所以他见过历任总统啊，他见的第一个总统就是 JFK 啊，就是因为打橄榄球打得好，于是跟各种各样橄榄球队一起去见了这个 JFK 啊。这里边一个小 bug， 这个电影里稍微疏忽了一点，因为他那个队叫 All America Team， 但实际上这个 All America Team 这个名字是在 JFK 被刺了大概1个多月以后才有了这个队的名字，这个是一个小 bug 啊，大家注意啊，这么严谨的电影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就标准的一个美国右派价值观的好青年，就一定要 serve the country。Uncle Sam wants you， 你就得去为国服役。这个美国左派跟右派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右派人天天就得说，你看现在共和党竞选的时候，经常说我服兵役了，啊，哥们儿我是战争英雄等等，然后大家还揭露他。这次这个 Donald Trump 就揭露那 John McCain 说你这根本不是战争英雄，你就去打了，但是你根本没成为英雄等等。所以这共和党是现在的保守势力，现在的所谓的右派，所以他们都以我为国服过兵役为荣。所以既然这个电影是右派价值观电影，那阿甘是必须得去为国服役，所以就毫不犹豫的为国服役去了，然后就去了越南。这就是标准的美国进入到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事儿。咱们已经看过啊无数这样的电影啊，德国奥斯卡奖越战电影《猎鹿人》，德国奥斯卡奖越战电影这个《现代启示录》，德国奥斯卡奖的大量的越战电影都是跟《阿甘正传》正相反的价值观，基本上都这么描述越战，说你看越战指挥官贪婪，这个国家根本就是侵略，然后越南人民这个遭受屠杀，越南人民被侵略，然后士兵在前线拧巴了啊，士兵在前线由于丧失了这个为正义而战的这个理想，所以士兵拧巴了，然后回来以后要么就走向了第一滴血啊，就跟你们这些侵略者强权等等等等黑暗的政府干起来了，包括这个现代启示录啊也是跟你们干起来了啊，要不然就走向猎鹿人Coming Home， 然后失落了，就是整个人生都失落了。越战确实，如果从正常价值观，不从右派价值观来看的话，越战当然是不对的，而一直到延续到今天，对美国伤害都是巨大的。从建国到越战之前，美国人民对政府、对军队各方面的这个尊重、信任是相当高的越战之后，美国人对军队还好了，尤其对政府那个不信任感是极为强烈的，而且因为越战导致的反战的革命摇滚乐这个性解放吸毒等等，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所以越战在大部分电影里都是以那个角度出现的。在真实的历史里，咱们讲过，越战在战场上打死了4万美军，这个几十万美军回到美国以后，到今天为止自杀了8万人，就是不堪那个回忆，因为它不是正义的战争嘛所以这样的一个战争在《阿甘正传》的表现里居然是什么样的呢？兄弟情谊，表现有点像二战，因为美国讲二战的电影里都是兄弟连
啊等等。这个汤姆汉克斯自己还演过一个二战电影，这个也得了奥斯卡奖，就叫《拯救大兵瑞恩》。那个二战电影里大家怎么救兄弟啊，怎么救战友啊等等。越战电影里很少从这个角度表现越战的，但是《阿甘正传》以极为正面的态度表现了越战，啊，表现出越战里面的这个美军之间这个团结呀、友爱呀、忠诚啊。然后阿甘这个因为能飞跑，啊，救下了他们连的几乎所有人，连连长一块都救出来了，连长这两条腿都没了，然后也被他给背出来了，啊，这里边埋下一个电影上很重要的伏笔。啊，所以越战这块咱得多讲两句啊。战争是一块啊，但是在这战争中间一前一后吧，两个重要的男配角在这里出场，所以电影这个艺术上也很重要啊。虽然你要讲美国历史等等等，但是这些人物怎么出场，你也不能傻了吧唧说我拿一地图，我经历美国历史啊，咚，我跑那儿去了，我穿越到那儿去了，他很巧妙啊。先是他一个战友，这个黑人战友就叫 Boba， 然后这个 Boba 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到美国来吃这虾啊，这个叫 Boba Gum。这个虾的这个牌子就叫 Boba and Gum， 啊，这 Boba 就是那个黑人那战友，那 Gum 就是他自己 Forrest Gum， 他俩先成为军中这个密友，然后打仗在前线的时候，为了去救这个密友，然后歘他又能跑，然后跑进树林里背出了无数战友，结果最后这密友死了。但是这密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伏笔，就是电影一定要是不停的埋 hook， 把钩埋下去，为了好起钩。这钩就是什么呢？就不停的跟他描述这个。想要一个 shrimp boat 去捞虾的，然后把虾要这么做那么做那么做那么做，这完全这喜剧效果极浓厚。因为第一次说这事儿吧，大家觉得哦这哥们有点意思啊，这未来梦想是弄一条这个捞虾船，但是后来他不停的在每个地方他都跟他讲啊，上前线之前俩人说咱一定要那什么啊，然后又跟他说回来以后一定要弄一个虾船。然后俩人在训练的时候，他还跟他说虾可以这么做啊，可以跟 coconut 一起做，虾可以等等，这各种做法都做了。这个再看这《阿甘正传》的时候，觉得这美国这商业太厉害，这植入广告能植入的这么有意思。你说植入广告，你说咱们这电影里经常是植入广告，就是特别生硬的一大特写，这哥们拿出一信用卡，然后嘣，信用卡一大特写5秒钟，这对这人物没任何帮助作用。那你说你硬植入这事儿，要不然就是呱大卡车开走了，然后要冲着大卡车背后拍5秒，那大卡车背后写着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楼盘，然后之类的。咱这植入有点那个，就是撒狗血硬来这植入，人家这植入同时还 building character， 啊，就是把这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就说明什么？这个人物他对战争他没热情，他的热情是对和平，回到 coming home 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哎，他想的特细致，怎么捞虾，怎么做虾，怎么弄这饭馆。这植入牛逼到什么程度呢？不但不停的植入这个他俩的名字，然后怎么捞虾，而且连菜单都植入了。就这电影多看2遍，到那现在大家去美国这好几十家啊，这个 Boba Gum 这个虾店里根本都不用看菜单，然后就是直接就说这个我要那个 coconut shrimp， 因为他都已经说了，说虾要这么做最好吃等等。所以这个植入简直太巧妙，在塑造人物同时，啊，又不生硬的植入这东西。而再跟大家多说一句，最逗的是这植入是倒过来的，就是说这好莱坞这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你说有人拿钱找我植入，这好莱坞还真不一定接啊。最近接了啊，最近这个居然出现了这个大 franchise movie， 然后在电梯里叼着一个中国叫什么奶啊，在哪儿都那样为了喝奶，然后他疯了一样。但是大部分的好莱坞电影还是没那么说没底线，说拿什么都来植入啊。但是有可以植入的，大家好好想想怎么去植入。但是如果没人来植入这电影怎么办呢？就人家给你弄了一个特别经典的案例，说并没有客户来植入这电影，因为这电影说实在的，以前美国电影史上也没有这种类型的电影啊。这电影当时拍的时候，这导演也弄了16年还是10几年吧，总而言之就是为了筹备这电影啊。你说为什么弄这么多年呢？因为其实大家也不是特看好，说这电影能卖钱吗？这电影没有那么严重的冲突啊，也没有那么动人的爱情，说行吗？所以这大家都怀疑着，谁也没想到这电影最后火成这样。这个电影给大家上一堂生动的商业课，就是说当没有人来植入的时候怎么办？自己这个牌子呀，这 Boba Gum 这 Shrimp 这牌子是派拉蒙电影公司自己想出来的，然后就融在台词里，然后融在各个地方。后来和平时代的时候，这阿甘戴了一棒球帽，
这棒球袜从头到尾就是上面写着 Boba Gum Shrimp， 就是这店的名字。然后就没人植入没关系，我先植入啊，万一这电影火了呢，那这又变成一个饭馆的 IP。派拉蒙就是在这电影大火，然后票房大卖，又得了那么多奥斯卡，2年之后才开出第一家 Boba Gum 虾馆啊，可见人家植入已经想得很长远，而且这成本其实也不高。就这电影如果没火，那就相当于白植入了啊。这电影如果火了，我就去开店。结果这电影真火了，这派拉蒙公司还多出一副业，就开店，开了几十家店。当然他也不用真自己开啊，这火了以后他就授权就完了嘛，你给钱。你去开店就完了，就把电影产业的这个所谓的衍生产品能做到这么漂亮，而且是在一个非常想拍伟大电影的，而不是想拍一个肥皂电影，我想拍一个纯商业电影。像咱们那纯商业电影怎么植入都无所谓，人家是想得奖电影啊。咱们中国咱只要拍得奖电影，那导演立刻就说，谁敢给我植入一东西啊，哥们儿要得戛纳啊，哥们儿跟你拼了啊，不许伤害我的作品，我这艺术金刚，我这劲儿上来了，好，这谁都不行。人家这也一样得奖啊，得一堆奥斯卡奖，人一样植入，植入的还特漂亮。这就是在这个越战的这个一大坨戏里埋下这个伏笔啊，而且埋下这伏笔叫什么呢？先是一个忠诚的战友牺牲了，为国牺牲啊，当然最后他怎么为战友这个再发财以后，还是要给战友家里寄去支票，这就是典型的那种责任感，这个男人的责任感。就大家看到后来的时候，Boba 的家人本来是那么穷的一家黑人，然后突然接到一张大支票，然后咚晕倒在地。Boba 他们家人是祖祖辈辈在南方伺候白人的黑人佣人啊，这大家电影里看多了啊，白人家里那么多黑人佣人啊，结果就是因为这个袍泽情谊，这个男人的责任感，最后这捞虾成功之后，拿着支票他给他坐那儿了，让一白人给他当佣人。另一个伏笔埋的我觉得更加精彩，就是这个 Lieutenant， 就是他们这连长啊，上来先塑造这中尉是个什么人呢？就是军人世家啊，这几乎就相当于是德国这个普鲁士军人世家这种光荣，就是我世世代代马格果师啊，而且马格果师到什么程度，就是4个镜头就代表了他们这家族。他们这家族第一个镜头是咚，一个穿着破烂烂独立战争时候军装，这帽子都这样的，倒在了冰天雪地里。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Saratoga， 然后 Boston 的什么 Bunker Hill 什么这些地方，连长他也不知道祖爷爷还是什么祖爷爷倒在那儿了。这个电影特别有意思，就是每一个镜头他都仔细考据了历史。然后第二个镜头是穿着标准的蓝色北军那种内战时期的北军军人啊，咚倒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为什么呢？因为北军向南方打，然后到南方都是绿草如茵，所以咚倒那儿了。第三个是穿着一战的时候美军军服，那已经应该算他爷爷了吧，差不多应该咚倒在一个泥地里。为什么倒在泥地里呢？因为一战咱们提过2句啊，一战是那种堑壕战、阵地战，就两边的堑壕阵地隔着150米、200米，然后就这中间的地带都被成百万发的炮弹刨过、离过100回，所以一战的冲锋是最惨的。如果不下雨，那就是完全是在软极了的灰里头，就是1米、2米厚都是灰，根本跑不动。然后10几万人就在那里头往前冲锋，这都不叫冲锋，对方机关枪、地雷、大炮、铁丝网，屠杀一样的一战很可怕。要不然就是一下雨，就是弹坑里积着水，然后到处都是泥泞。我个人看过的反一战电影最真实的就是那个战马，斯皮尔伯格拍的，那马跑的时候大家看到弹坑啊、泥泞，所以连这都特讲究。所以他那爷爷在一战中咚倒在一片那大泥地里，就是典型的一战堑壕战。然后他爸爸咚穿着典型的2战军服倒在一什么地方有雪花飘，然后地上是那样的林地的那么一地方，那就是什么叫 Battle Bulge。这 Battle Bulge 就是2战的时候美军在欧洲战场上打的激烈的一场，就叫突出部战役。突战役就是德国最后一次垂死挣扎反攻，在44年的圣诞节前，然后把美军101空降师包围在那儿。这个大家看兄弟连什么都看多了啊，兄弟连讲的就是那101空降师。然后他们那个代师长 Taylor 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nuts， 就德国来劝降，他说 nuts， 然后全军振奋说你看我们师长说了 nuts， 跟人家拼了。那一看就是那个突出部战役那地方，就是比利时那块，而且快圣诞节飘着雪花的那个林地，咚倒那儿了。然后先 build up character 说好，你看这个人家里都是世家，所以那人就完全就是一派那军神那样，就是打仗，然后永远拿着电话那儿打，然后腿炸断了，阿甘救他救不回去打死也不回去，我就要等等。然后已经很后来了，他曾经跟阿甘说过，他说
你其实不该救我，我就应该死在那战场，那就是我们家族的归宿嘛。我们家族每个人都咚倒呢，我就应该咚倒到越南的小河沟里，或者咚倒到越南的丛林里，那就是我的归宿。你为什么要救我？救完了我以后我俩腿也没有，我们回到祖国，然后还被人歧视，还被人革命的学生们骂，然后我就抬不起头，我又没有腿，等等，中间沦丧了很长时间又喝酒又嫖娼，然后搞得一塌糊涂。但是右派价值观电影，像这样的忠于国家、世世代代都 serve the country 的家庭的孩子，是一定不会在一个右派主流价值观电影里让他沦丧的。他一定要回到主流社会，他一定要回到主流价值，他一定要光宗耀祖，他一定要发财。他不但发财，他还要发大财所以大家看到这哥们儿中间虽然沦丧了一通但是最后还是突然出现在那个阿甘驾着那个 shrimp boat 旁边那个码头上看着他突然间也干净了，然后胡子也没了，什么也不喝大酒了前面那段都过去了。一个人有这么容易转变吗？在正常的越战电影里，这人基本就沦丧下去了要不然就革命了。另一个得过大量奥斯卡奖的一个越战电影叫《生于7月4日》，Tom Cruise 演的，那更惨，那不是腿没了，那这儿没了。然后这个大家记得电影里吧，他开始也喝酒沦丧，后来他就转变成一反战斗士，然后冲进了国会，然后如何带领老兵怎么反战这是正常的价值观。咱这右派价值观他还不能去斗争他一定要回到主流价值观，就是说国家没亏待你这个政府没那么坏，你就自己去发财好了。于是这哥们儿跟着他一起捞虾，而且命还特好，风暴一来别的船都吹倒了，就说他们一条船捞了无数虾，然后开了这个连锁店，上了 Fortune 杂志封面。中间一场戏，这哥们来了封信，特别逗，说最近咱们挣的钱又翻了好多倍，为什么呢？我投资了一个新的公司，所有公司是阿甘的 voiceover 里说的，因为阿甘不知道这公司叫 Apple， 叫苹果，不知道是干嘛的，所以他说他说我们最近的钱又多了好多，因为他替我们投资了一家水果公司。打开这封信一看，就最开始那花花的那个苹果的标，一定要回到主流。他不但要发财，他不能反社会，他不能反政府，他而且还要投资苹果公司发大财。这就是咱们说的不断的贯穿的这个右派的价值观在这里面。这个人最后一定要转变成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人的伏笔也埋下了虾管的伏笔也埋下了所以越战这个戏里埋下了一大堆后面要提了出来要 hook up 的东西。大家不要看时间比较长，但是特别的重要，而且特别的魔幻现实主义。旁白一出来说这雨一下4个月，立刻就百年孤独从脑子里蹦出来了。之后百年孤独下了4年多，这下了4个月，4年多太魔幻，而且还一个小的伏笔这个电影特别细致。就是一个导演要准备那么多年的一个电影，就每次看我都想，我这辈子也拍不了这样的电影，因为我是不可能花那么多年准备一电影，我们的电影工业也不允许一个导演花那么多年准备电影。细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女主角这个 Jenny 的姓，整个电影2小时22分钟里就没有一个人叫过这 Jenny 姓什么。Jenny 姓什么出现过2次，一次就是在那个信上他不是天天写信吗？后来那信退回来了，在那个医院里的时候，于是他拿起信那一沓信，上头看见了 Jenny 姓的那个姓，就是他娘家的姓。第2次出现就在那个墓碑上， Jenny 已经去世以后，那个姓已经改成 Jenny Gum， 就姓了他的姓。只出现这2个镜头，但是2个镜头其实让人心里还是有很多一哆嗦，这个鸡皮疙瘩起来了。就是这个，因为西方人这个嫁给你要改姓嘛这个爱情故事给很少篇幅去讲，但是每一个镜头都很重要。所以越战这个篇幅很大这个大到最后这哥们儿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勋章分了很多级他最后上台的时候他这 well decorated。美国这个特逗，装修这个词儿和这个在这儿弄了2排勋章是同一个词儿，意思就是说一个军人的勋章就是你的装修，就是你装修了自个儿的军服。所以这个这儿有4排这么多勋章的人叫 well decorated， 就是我这儿立了这么多功，这里边有什么紫心勋章这勋章那勋章这都不管了。在美国军队里面什么总统嘉奖这都不是最高奖励，美国最高奖励就是叫国会荣誉勋章，就叫 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 简称叫 CMH。 这 CMH 如果你得过，你就是美国最光荣的军人。
你战功再大，给你这个勋章那个勋章，紫心勋章等等，总统嘉奖令，这就是你战功。这个不光是战功，而且是你的道德。国会序章说得特清楚，是你为了比如说救这个袍泽，是你为了这个其他的人牺牲了自己，所以大部分的这个 CM 值都是颁给牺牲的军人，活着的军人是很不多的。我记得我上一次看颁国会荣誉勋章是在摩加迪沙之战之后，大家看过那电影《黑鹰降落》，就讲的那个事儿。当然，奥巴马也曾经颁过国会荣誉勋章啊，也是给海军陆战队。国会勋章一定要授予这种勇于牺牲自己这样的人，他就得了这么个勋章。而得了这勋章以后，这林登·张森接见了他，而且也是真人纪录片。这是这电影最牛的风格，就是绝不找人去演过去的历史人物。我们还不懂特技，看这电影都傻了，说这哥们儿就在林登·张森身前身后就这么走来走去，林登·张森还跟他说话啊。当然了，再提醒一句，每次这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重新配的，他可能说的是别的话在纪录片里，但是又找了一个声音很像林登·张森的人啊，声音很像JFK 的人去配，然后就问阿甘说：“你这个啊伤在哪儿了啊？你得了这么牛的一勋章？”阿甘说：“伤在屁股上了啊！这伤在屁股上，就是之前那场戏，他到医院的时候，他专门用了一个词儿，就是军队里面的俚语，就叫 $1 million wound。$1 million wound 什么意思？不是说这个伤，这个 wound 要$100万才能治好，说这个伤值$100万，那就是说既不会残废，又可以回家。”就是这样的上受一个伤，就是抽了大奖了，在战场上被打了一枪，然后哎呦，确实也受伤了。你说打一枪，如果打到这儿蹭一皮儿，你还回不了家，给你包扎包扎。连长说接着给我冲去，你还得打。你说帮像连长俩腿没了，这太惨了，这一辈子。所以他打屁股上了，这屁股上这伤吧，你说轻也不轻，所以他可以回家，重呢又不残疾，所以这个叫 $1 million wound。然后就是他一脱裤子，哎，我发现这个只要军队里这个喜剧啊，不管中外啊。这个也不知道谁抄谁，这个非要打屁股上，这个挺有意思。这个早在这个电影之前好几十年，我们拍过小龟张嘎同志也是叫日本鬼子一枪给打屁股上了，就是大家都特高兴。喜剧一定要把子弹打到屁股里。好，接完林登·张森这个电影，特别巧妙的把俩事儿给连起来了，就是说你讲历史事件，你要是一估就一估讲，这就不叫电影了，这成 documentary 成纪录片了。他怎么才能串起来？就这事串特好。他刚领完这国会勋章，撅了屁股给这林登·张森看到他屁股上伤，一走出来，哇，外面大革命。那个时候正好是100万学生到 DC 来反战游行的时候啊，然后他的心爱的人 Jenny 啊做了一个 minivan Volkswagen minivan， 这个是非常考究的啊，在电影里，因为当时美国这个革命最大的标志就是学生们开着这个 Volkswagen 大众牌的 minivan， 以至于到现在我每次看到这种老 minivan， 我心里都心潮澎湃，我老说我必须得有一辆这个车，因为这个车就是喜欢摇滚乐的啊，这个左派革命者的这个必须的标配嘛。留长头发，提了把吉他，然后再叼根大麻，但我不抽那个啊，但是标配就是大家得挤在一辆这 minivan 里。这 minivan 在美国现在倒不多见，最逗是在巴西。跑到巴西怎么满街都是这种，所以到巴西感觉到了延安革命圣地，到处都是这当年美国革命年代的这个 minivan。我的在美国拍电影的制片人啊，叫做 Andre Morgan， 他的年纪就是那个年代去 DC 革命的学生啊，或者是去美国前线卖命的，因为他们年纪差不多啊。美国最伤感的就是一堆同龄人，这波人在越南卖命，这堆人在这儿反战，然后卖命的人伤了残了回来，看见自己同学也好，自己的这个同龄人也好，甚至自己的爱人、女朋友也好，骂自己说你王八蛋啊，你怎么去啊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所以这失落感太大。我这制片人 Andre Morgan， 他当年就曾经开过这么一辆 minivan， 就是从加州，然后带着同学们一路啊，这多老远？你看从这儿一直开到 DC 去了，然后去参加革命。这里边特别考究啊，不但是这 minivan， 而且他们那个大 bus 后面专门写了一行字，写着Berkeley to DC。Berkeley 就是 UC Berkeley， 美国的西岸的革命的左派的堡垒啊，大本营。就美国每一次革命，在美国西岸开始，就是从 UC Berkeley 开始。UC Berkeley 是美国西岸最好的这个公立大学，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到现在都保持着革命传统，当然都保持要裸奔呐，要演讲啊。它旁边其实还有一名校叫 Stanford 没有那么激进，但是 Berkeley
极为的激进。所以在这里面写着 Berkeley to DC， 就是说最激进的这辆大巴车就是从 Berkeley 来的。百万学生啊，在那儿革命啊，这个发生了一场非常感人的戏，就是导演厉害，就他永远能把这俩事儿给掺在一块儿。啊，先是政治，然后这个爱情在里边混在一起，就搞得特别不生硬。就他被轰上台去，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是因为他穿的比较干净 ，well decorated， 然后就大家本来排队上去，就把他给推第一个，说你上去讲讲吧，他也不知道讲什么。而且他完全是个右派价值观的人，他要真讲出来了，估计就被人底下西红柿给砸下去了。结果他刚上台，刚要讲，下边来一哥们儿，直接把线全给拔了。然后他讲什么？他就一开头一结尾，刚刚开始讲，然后就谁都没听见。然后还专门有人扒口型啊，特别逗。看你网上就不讲了，说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啊。然后他就最后谁也没听见啊。这个时候突然间就是那个 Capitol Hill 前面那大水池子旁边 Jenny 出现了，哇，简直天衣无缝，这电影接的。然后冲他喊 Forrest， 哇，两个人我们琼瑶电影出现了，俩人开始在水里哇奔跑，然后俩人哇拥抱。本来他讲的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但一看这个，一个穿着这个那么漂亮的军装的人，就是学生最反对的人，和一个摇滚啊，完全代表了学生，然后那种反战的左派的人，两个人在水中间拥抱，哇，全场热烈鼓掌，这完全就是美国式的这种情节。电影永远是要这样前进的，就是说从 positive 开始的啊，到 negative 结束这场戏，然后从 negative 开始的戏到 positive 结束，就永远要有翻转。然后本来俩人啊特好，结果镜头一转，跑到一个，然后全是穿着那种就是革命军服的人啊，黑人，一看就是那种革命军服，就是切格瓦拉啊，卡斯特罗那样的，戴着贝雷帽，然后穿着那种啊最激进的啊，就是古巴革命时期的那种军服的一堆黑人，然后最激进的就是 Jenny 当时的男朋友，这个穿着纳粹军服，居然是这个电影对左派的这个打击啊，讽刺稍微有点过。这美国左派啊，反战以后，你说他吸毒啊，什么这个口号就是 make love no war， 就是大家做爱不作战等等，你就怎么挤的这些事儿都没事。你说他们40万人脱了屁股光着裤子在 Woodstock 泥里滚什么，这都没事。但是你说他一个左派学生领袖穿纳粹军服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电影里稍微的表现有点过了，就是挤得人左派，而且还要打女人，而且还不止一次打。在第一次打这个 Jenny 就在这个全是穿着这个切高拉什么这种军服的地方，然后他穿着纳粹军服给一大嘴巴，然后这 Forrest 不干了，过去咚咚咚咚暴捶一顿，就是永远要保护这女的，但是没用，这女的就爱这种激进学生，然后最后还是跟着他们大巴车走了。这个他跟 Jenny 每次结合特别有机，然后他还老为 Jenny 打架。这个其中有一次就是在车里，他第一次看到 Jenny 在车里跟一个也不一什么人，然后在那弄，他生气了，过去拉开车门，还下着雨，然后咚咚咚又给人捶一顿，然后最后俩人在雨里 ，Jenny 看着他也没办法，咱俩青梅竹马。那个地方也很有意思，这个美国的大部分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车里开始第一次。他看到那一次Jenny已经算晚的了啊！给大家看美国那个年代的车，清一色的都在这儿换挡，在方向盘这个地方换挡。为什么呢？因为前座得是一个大通沙发，啊，不像这个欧洲车啊都在这儿换挡。这儿换挡这个车阵是非常的不方便。刚到美国时候还奇怪，我说怎么都在这儿换挡啊？因为咱习惯了欧洲车在这儿换挡。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哦，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文化就是这样的。这个阿甘对这个 Jenny 的感情是一直这条线下来，我觉得特别好。就从青梅竹马开始，先是这女的救他，这女的救他2次，然后他救这女的2次。第一次就是一帮坏小子要打他，他那时候还穿着各种铁架子什么，走路都一瘸一拐。然后姑娘就喊说 Run Forrest Run， 他就开始 run， 然后呱呱呱就开始跑，跑着跑着哗全挣脱了，飞跑。当然这个最后我总结一下会说啊，就因为这个 Forrest Gump， 阿甘本人其实他就是美国啊，他的好多行为其实就是美国从建国开始到后来的行为。先说这女的救他，这是一次。第二次他上越战战场之前，这女的就说不要装 brave，don't be brave， 到就是 run， 到时候就是 run。所以他就记住这一条，所以他们被袭击的时候，咚咚咚枪炮也突然想起这女的说 run， 这 Jenny 说，然后呱呱呱开始跑，所以这个女的等于救过他2次。
然后他又回头去救这个女的，把这女的从沉沦中间啊，从那些王八蛋左派中间啊给捞出来，还捞2次。这个捞了第一次，这个女的还走了，然后第2次又带着孩子回来，又救回来，最后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详的，是有爱情的。中间他说一句特别感人的话，说 I'm not smart, but I know what love is。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我知道什么是爱。啊，这个非常感人啊！到这儿就有点热泪盈眶。最后这女去世在墓碑前的那场独白，很长的一段独白，那也是一场特别感人的戏。所以他俩连不成线，因为中间要把这戏份给这国家，然后但是他们俩这每一个点都安排的特别好啊！就在这个里面啊，为了这个女的痛打了那个穿着纳粹军服的学生领袖，这个地方。啊，也跟大家说一句，影射了，其实也不是影射，就直接表现的就是美国当时一个激进的毛派组织，啊，这个当时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嘛，那个时候68、69年的时候，大家在美国革命，其实全球的革命都跟中国这文化大革命有点关系啊。当时欧洲也是红色旅啊、五月风暴啊等等，啊，东南亚也是，之前咱们讲新加坡也讲过，这个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尤其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影响了大量的左派青年，所以在全世界到处都成立了毛派组织，啊，也都拿红宝书啊等等。其中美国的一个毛派组织就叫 Black Panther 黑豹，他们有自己的标识等等，是一个黑人组织的一个激进组织。虽然不能说跟3K 党一样对着干的，没有3K 党那么残酷啊，但是其实也干一些比较激进的事情，就也干一点是私刑啊，这个等等。反正你3K 党弄我们黑人也组织一个黑豹组织。历史嘛，它总是要放在这个整个电影的中间，所以就把这个 Black Panther 这个事放在这场戏里了，又和他们的这个爱情结合起来，是又表现了当时美国的这个毛派激进组织在那里整，大家全都那样的啊。这里面经常出现那种革命式的经典镜头，就是大家看到很多那种革命的照片，大家一起那样的。在那场戏里 Black Panther 这场戏里，最后就是一堆那种戴着贝雷帽切格瓦拉式的贝雷帽，完全是做出一副那种革命合影的那个样子的一个经典镜头在那里。这时候回头再说，刚才说越战的时候还忘了一个伏笔，越战的时候还埋一个什么伏笔呢？就是他后来在医院里养伤的时候，百无聊赖的，医院里没事干，然后就有一哥们儿说：“我教你打乒乓球吧。”这事儿就特有意思，因为在美国这个几乎是不会发生的。在美国人可以说：“我教你打高尔夫球吧，打网球吧，啊，打橄榄球吧，打篮球，打什么都行。我教你打乒乓球这事儿，而且是一黑人教打乒乓球，这事儿太逗了。这个白人打乒乓球确实有过几个好手，都那样什么，但是黑人打乒乓球。”好像还没听说过有高手，因为黑人不太善于玩这么小一玩意儿啊。虽然有过一黑人打这高尔夫球打得很好，这 Tiger Woods， 但是这个伏笔埋得很有意思，因为他总是要向下前进嘛，啊，于是这个反战这一估计过去了，然后这纽约大苹果等等新年啊，这他就不说了啊，紧接着就开始他这打乒乓球这事儿，就他变成一个也不叫特种的部队，特种服务吧。但那时候还没回家嘛，就因为他乒乓球这技能被看上了，于是他就开始专业打乒乓球，紧接着又跟历史连起来了，就乒乓外交啊，于是他就变成了乒乓外交的著名的，但是打的都神奇了，打成那样了已经。中美建交之前，最开始来的其实不是基辛格，最开始来的是美国乒乓球队啊，先跟大家打乒乓球啊，先建立点民间友谊，然后才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然后才是尼克松来访华。啊，所以他来中国，这个先当了外交先驱。这电影不知道这中国公映过，咱怎么没抗议啊？按照咱们现在这制度说，这国旗怎么能这么挂着呢？大家看看这里边这中国国旗，我从来没见过中国国旗这么挂，是这样竖条挂着。他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跟人打，这球是今天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复杂啊！今天你干什么都可以空手干。今天这个特技已经发达到我不演了，为什么说我都不知道我演的什么？手里也不拿剑，就那么挥。背后是一绿布，演的时候脸上啥也没有，然后等看电影的时候发现自己脸上好多鱿鱼须，然后等等，大家看《加勒比海盗》，这全能做上。这今天的特技已经到了神奇的地步，这个当时还没有，所以当时这个特技已经很高级了。就是打乒乓球的时候，你别说他了，荣国团来，这蔡振华来也打不成那样。其实就是乒乓球是用 CG 做的，当时在没有数字技术情况下，那可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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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上去的特技。所以这个电影是下了很大功夫。这个最后成功，真的是众望所归。当然了，又下这么大功夫没成功的电影啊，这电影是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派拉蒙真是下了本。
然后又见到了下一个总统，这个 Nixon 总统。而且见到 Nixon 总统的时候，这个对话是特别有意思啊！接见这个美国兵方外交这个代表团，然后他在那聊，然后那个 Nixon 就问他，但是也是纪录片啊，这个也是有人配音的，但是口型大家仔细看看 ，Nixon 肯定说的是别的。然后在 Nixon 问他说：“你住哪个酒店啊？”这也太有意思了 ，Nixon 自己给他推荐一酒店，这酒店在哪儿呢？就是水门，啊，就 Watergate， 他就住那儿去了。于是他跑那儿住的时候呢，他又目击了，他不但目击，他参与了美国历史上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水门事件。因为他正在那个酒店房间里待着，百无聊赖，然后他突然透过窗户看见怎么有人啊拿着手电筒，然后如何潜入这个民主党总部，当时就是竞选总部嘛。水门县其实别的事儿都没事，竞选嘛，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之前咱也提过一句，就是说你不能用国家的公器去竞选。啊，你竞选你可以用自己的党棍竞选、党鞭竞选，这都没事儿。但是 Nixon 最大的问题是，你说你派你儿子去刺探民主党去，其实这没事儿。但是他派的是 CIA 的特工，这是不行的啊！美国竞选的时候，你执政党居然动用国家公器去竞选，用 CIA 去窃听对方民主党总部，这是不行的。啊，所以但是这事儿呢，在这电影里变成是阿甘干的，所以阿甘就打电话给那个保安，说：“哎，我好像看见有人在那儿怎么着拿着手电筒潜入这地方，怎么如何？”啊，于是这事儿就哇 ，Nixon 要辞职啊，然后他又参与了历史 ，Nixon 辞职合着跟他有关，跟 Nixon 整完这水门事件这事儿，他又见着一大人物，而且是我的偶像，也是真实的纪录片拿出来的啊，就是 John Lennon。啊，跟张lennon坐一块儿接受电视采访，这太逗了。而且他这个还是要说他右派价值观，连伟大的 John Lennon 在他这个电影里都是一小丑。这是一个啊，那跑步的中间，这个他在不停地跑，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细节，就在那跑，哗过去一车，梆溅一身泥，然后人家就给他擦脸，拿一 T 恤，他把这脸上泥往上一擦。打开那 T 恤一看，建成了当时美国嬉皮文化中间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叫 smiley face。然后那 smiley face 的人拿去印去了，然后于是变成了当时流行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不但是见证历史，还创造这种当时的大众流行符号，都是他干的。基本的历史事件就到把尼克松弄下去，他参与的就结束了。当然后来他还目击过里根被刺，就反正各种各样这些事件都被他目击了。但是他后来的事儿。这个我就要说出另一个主题，就是实际上阿甘这个人，就是创作者们把美国这个符号放在了他身上，啊，所以说你看他之前的事情就是这样，啊，美国是什么样的？美国就是这么一国家，最开始就是一瘸子，这个走路都走不动，这个弄一个铁架子，然后慢慢走，是一小孩似的这种。然后但是美国怎么起来的呢？就是不要被你坏孩子打。啊，所以最开始他带着那东西走，然后坏孩子追打他的时候，他跑，为了挣脱，为了这些坏孩子打，最后自己跑起来，越跑越快，然后把坏孩子摆脱了。其实这就是美国独立。美国独立的时候开始就是这么瘸的，但是就是为了不被你欺负，然后就拼命跑。然后战争中间也是，就别人叮了邦打死、打伤了、打残的，这美国这会跑，所以这老是赚便宜。最后他跑，他不但跑了，他还救了大家。这就是典型的美国，美国就是在战争中就是这样，受的损失最小，最多屁股上挨一枪，但是这个能跑能颠，然后还把大家给救了，所以大家都感恩戴德，这就是美国，啊，接下来他演的这个阿甘的命运更像美国，就什么他就捞虾去了，其实也不是怎么这命这么好，这个哗来一场飓风，所有的船全都摧毁了，就剩一条船还在河上开着，就是美国这条船啊，所以哇，他捞上最多的虾，这不就是美国的成长？美国怎么发迹的？就是别人都打烂了，别人一战打烂了，二战打烂了，所有人都打得乱七八糟，炸平，英国打烂了，德国打烂了，法国打烂了，日本打烂了，就美国没事，完好无损。所以美国捞出大量的虾，然后美国做连锁店，做起了 franchise， 然后发了大财。这个完全不是因为什么聪明啊，怎么阿甘这个右派价值观定右派到什么程度，连做生意尔虞我诈都不行啊，都觉得这不符合我们 decent， 我们美国这种 decent 右派价值观。所以
他不能写他怎么聪明，他怎么经营，他怎么打败了对手，他发财了，他绝对不这么写啊！我就是美国，我就是命好，我没有尔虞我诈过，然后还投资了高科技公司，我发财，发财以后我失落，就典型的美国嘛。就阿甘的整个的这一生，就是到那个时候的美国，就是我失落了。我失落为什么呢？对于个人来说，是因为爱情啊，好不容易这辈子第一次跟最爱的人在一起了，圆了房，然后第二天人走了，结果走了以后，这个颓了以后就看，就光有钱不行啊，你这爱情就是一种信仰嘛，这东西失落了，于是就开始出去乱跑，这个乱跑这一段就更明显的 symbolic 讲的这就是美国。就是他自个儿先乱跑，结果跑着跑着突然发现他火了，然后大家都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跑啊？你是为了 world peace， 你是为了 animal？ 他说我就是为了跑。跑着跑着结果发现好多人跟着他跑，就越看这越是美国，这跟的人还越来越多，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他跑到这儿一看没路跑，就接着往回跑，跑到那儿一看没路跑，结果跑到过我们洛杉矶的这个 Santa Monica 是个 pier 上来了，一看我说这地儿我熟，就在洛杉矶这个 Santa Monica 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栈桥那儿跑着，这儿又没路跑了，又往回跑，结果后来那么多人跟着他跑，这就像当年的美国，就冷战时期，包括冷战结束，包括现在还有那么多国家跟着美国，但是他自己跑着跑着突然停下来了，别人就也都停下来，别人问他说你要去哪儿啊？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然后最后就说一句我累了，不跑了，自个儿回家了。整个从他开始小的时候带着那个铁箍开始到这一节，他就是整个美国成长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个曲线，就开始很弱，然后被人追打，但是自己跑得快，然后自己独立了，然后自己在战场上又幸运，然后在这个商场上又幸运，然后到巅峰 Fortune 杂志上了封面，然后投资了苹果等等等等，最后丧失了方向，丧失了目标，然后开始到处乱跑，跑到最后还最倒霉的还一堆人跟着你，最后跟大家说你们别跟着我跑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tired，我回去了才回到了家乡，然后最后收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右派价值观因为一定要这个母亲好好的送走，然后爱人要好好的送走，然后留下一个孩子，然后希望孩子再也不像我们那一代人一样了，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让自己聪明的、健康的、正常的成长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教这孩子，就是他每个台词都设计得非常细。大家记得最后一场戏，他坐在那个路边，旁边一个一个油箱，然后他跟他儿子坐那儿等校车，校车来了，他儿子上车，然后他说儿子，这儿子回过头来，正常情况他得跟儿子交代几句话，就是比如说你不行你就 run， 我本来以为他要说这个，因为他儿子也叫他这名字，他应该说 run Forrest run， 但是他没有，他想了一下没说话，他就说 I love you， 然后那儿子回头说 I love you， 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特别有深意，就是说我其实没有什么经验能够教给你，我唯一能说的话就是对美国的下一代吧，我没有办法教给你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失败了。虽然我们曾经发过财，我们打过仗，赢过，最后我们失落了，最后我们的爱人也得了艾滋病。这个爱人是典型的代表了美国左派的，这最后还得艾滋病去世了。然后最后说，那只剩一句话，给美国的下一代或者给下一代的美国，就叫 I love you。这电影最后结束在羽毛飞起，我觉得。虽然从正常的标准的电影艺术上来看，没有当年那两部电影伟大吧，但是在整个电影史上，因为它独特所以也堪称是一部伟大电影。这个其他国家人看，如果不是很了解美国历史，说实在的，当一个喜剧看当一个爱情故事看，其实都不够伟大尤其当一个人的传记电影看，是极为不伟大。因为一个人的电影，一个独角戏电影，一个传记电影，他一定要把自己内心深处的几个层次做出来，但是他并没有。但是美国人看觉得很伟大，包括今天咱们讲了这里面蕴含的美国历史，以及这个右派价值观对美国这国家的深沉的爱。其实这真的就是深沉的爱，他把美国塑造成一个阿甘这样的形象。左派会说美国有那么好吗？美国不是很奸诈吗？就是尤其咱们这五毛说起来说美国不是到处欺负别人、骗别人，干过好多坏事，但是在他的心里，美国是一个干净的，美国是一个有信仰的，美国只是现在迷失了，但是下一代还是好的能传承下去的这样一个价值观的电影。好，阿甘正传跟大家聊到这里，以后有机会继续跟大家聊，愉快的跟大家聊电影的故事。